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。為什麼玩書今天談這樣一個話題，就是中國其實並不強大呢？因為玩書這兩天刷到一個視頻啊，看到一個韓國人到非洲去玩，被非洲的當地這個海關刁難啊，刁難就是是不是要掏點錢吶，填表啊？這個韓國人後來很不耐煩，就脫口說一句話：“我是韓國人啊，馬上放行。”說明這個中國人在這個國外，哪怕即使在非洲啊，都不能受到尊重啊。我就想到中國這個到底強不強大呢？對吧？有的人說中國很強大，貌似強大，但是我的觀點跟大家先說結論：中國其實很弱小啊。那麼什麼叫弱小不強大呢？比方說我們看這個俄烏戰爭啊，烏克蘭和俄國誰強大？毫無疑問，這個俄國最強大，那國土資源呢，人口都很多了，是吧？超過了這個烏克蘭10倍左右。但是俄烏戰爭打了將近4年時間，對吧？所以烏克蘭很有韌性，所以在軍事上面，俄羅斯並不強大。當然，有的說，那烏克蘭靠着北約的幫忙，是的，有北約的幫忙，但是畢竟靠自己啊，你自己沒有這個民族，沒有一個自信心，沒有綜合國力，沒有綜合這個素質，你怎麼樣稱得上強大呢？對吧？所以俄羅斯也並不強大。那麼有人說中國強大，起碼在經濟上面很強大，對不對？看起來如此啊。聽玩書細數道來，中國到底在經濟上怎麼樣？比方說，過去中國改革開放這個30年時間，那麼中國的產品賣向全世界，也讓中國老百姓啊、政府都掙了不少錢。但是我們也要看一看，憑什麼中國的產品能賣向全世界呢？不外乎2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對環境污染不在乎，對吧？你像稀土，憑什麼能卡世界脖子？不就這個是吧？內蒙古這個稀土，它能夠這個處理的時候，它很多污染，它不在乎啊，不在乎環境污染呢。排的廢水都流向黃河的，流向大海。那麼沿途呢，很多居民啊，那你得癌症啊，這患病就很高了。所以犧牲了環境，犧牲了人體健康，得到這點優勢，這個人說是強大嗎？並且呢，再一個就是靠這個勞動力成本低了啊，中國的工人加班加點幹活，是吧？這個工資也低，是吧？所以他休息時間沒有，長時間工作，所以他這個賺到的錢，賺的辛苦錢，很可憐的。所以中國那個產品走向全世界，是犧牲了環境，犧牲了這個基本的這個勞工保障，對不對？賺了點銀子，又被那些權貴又轉移到國外去了。所以中國通過它能算是國力強大、經濟強大嗎？我們隨便看個數據，為什麼有人說美國強大、經濟強大？美國這個股市是吧？納斯達克，美國股市牛市長期都是牛市。中國股市是吧？20年前啊，我當年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的時候，20年前是3000點，現在還是3000點。其中又加了多少個公司進來了？指數都已經失真了。所以中國的經濟，我認為也並不強大，並且加上我們說人均 GDP， 你們看看吧。人均 GDP 到多少呢？全世界排名在80到100位左右吧。那跟台灣跟這個新加坡比，那還人均 GDP， 人家台灣過了4萬美金了，中國是多少呢？對不对？所以有時候我們看這個韓國人到國外去旅遊啊，被刁難，對吧？你這看這個護照啊，這個護照的含金量有個亨利指數，對不對？玩書是旅遊博主講亨利指數，那新加坡排第一，日本、台灣也排在前列，那中國大概跟印度排在差不多吧，80位左右吧。我覺得亨利護照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這個綜合国力、綜合國民素質一個到底強不強大的一個指標啊。你要再來談強大，我們看軍事上面，軍事誰強大？毫無疑問是美國了啊，各個軍事基地全球都遍布啊，從這個歐洲到亞洲，是吧？你當年這個2戰的時候，德國強大，日本強大，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是吧？毫無疑問，那個日本當時那個軍事基地也是在第1島鏈、第2島鏈，那是吧？布滿了，是吧？德國的閃電戰橫掃歐洲，那個很強大，大家都是吧？一目了然。
後來二戰的時候，美國為了拔釘子，一顆顆的把這個日本這個軍事基地拔掉，那也是費了好大的功夫。什麼硫磺島啊，什麼瓜島之戰啊，對吧？你現在看看中國的在全世界有軍事基地嗎？估計是巴勒斯坦那附近有一個什麼瓜港之類的，是吧？基本上都是他“一帶一路”，他是主要是搞經濟、搞建設，賺點錢啊。他的軍事觸角不可能有美國那麼強大，對不對？有人說軍事方面，這個中國的開國第一戰打得好啊，什麼朝鮮戰爭，是吧？我研究這個戰史，研究軍史，我們看看就是這個說的最多的就長津湖之戰嘛。打得怎麼樣？你看看最後戰損啊，美軍他總共是3萬人，是吧？這個有5、6千人這個傷亡，還有這個5、6千人，大概就是那個也都凍傷了啊，天太冷嘛，是吧？總共就是3萬多人，大概有1萬多人，這個我們叫戰損吧，好不好？這個戰損是比較高啊，已經算40%了。那中國呢？你看他這個中國的軍力，他當時15萬人。最後這個也是這個受傷的這個傷亡，戰鬥傷亡也是在15000左右，對吧？那加上這個還凍傷的也加起來1萬多，有3萬多人，30%多的戰損。雖然戰損比美國低一點，但總共他的這個戰鬥減員是5萬人左右，15萬人減員了5萬。人家美國呢，這人數是這勢力的1/5，是吧？3萬人，最後減員了是有1萬多。對不對？但是呢，還把這個什麼難民啊，將近10萬呢，還掩護到了這個海岸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說打起仗來，我看這個中國打得很吃虧的。整個朝鮮戰爭，中國的傷亡是上百萬，那麼美軍這個聯合國軍也就是5萬人。說這個所謂的開國第一仗啊，打的也是稀爛，對吧？都靠人堆的，你跟那個俄烏戰爭一樣，是吧？像烏克蘭和這個俄羅斯的戰損比1:3、1:5吧。俄羅斯靠人堆，當然也靠錢堆了，雇傭朝鮮兵，對吧？靠錢堆，對吧？所以這個打的是很吃虧的，它並不叫軍力強盛。軍力強盛那塊，你還是看這二戰的時候，德國、日本那還是比較強盛，但他的戰損比就很好啊。你打其他的，你看他當年日本打泰國了，日本人那泰國根本都是不堪一擊了，对吧？所以說我們說談到軍力啊，也這麼看，對不對？然後你看看這個，再看看這個中國這個在1949年以後打的幾場戰，你看是中印戰爭是吧？打過去了，好像似乎打贏了，但是又撤回來了，是吧？他畢竟這個軍力不夠，他占不了這個地方，是吧？打越南是吧？76年打越南是吧？趁着越南是打的柬埔寨去了，是吧？趁着這個越南的國內的軍力空虛打一下之後馬上就撤回去，你否則被別人包餃子了。他的當時軍力並不強，戰損比也很差的，對吧？所以說，我覺得中國這個軍事上面看起來有的三艘航母、4艘航母在搞，實際上都沒有實戰能力，战略都是比較差的啊。據說現在這個在造船能力方面啊，這個無人機這方面那明顯領先啊，明顯領先這個美國啊，尤其造船能力是美國的這個200倍，但是你要看質量怎麼樣，對吧？無人機的質量怎麼樣，對吧？所以這塊呢，我覺得中國它這個軍事力量也很一般啊。我們再來談談科技，你看這個是 AI 肯定又是美國一枝獨秀 ，AI 肯定是搞不過美國啊。那應用場景方面是不錯，是吧？但是我覺得科技方面你能超過美國嗎？是吧？在科技方面你很多这个比較專業的科技，你像這個光刻機，你像芯片是吧？芯片是吧？台灣的這個是吧？這個 AMD。還有這個英偉達是吧？這個芯片呢是荷蘭的這個光刻機，對吧？這個是尖端的芯片，還是德國、日本啊、美國優勢？中國是在中低端的應用方面，所以科技方面也是趕不上的。你看諾貝爾獎，那還是西方國家日本多。中國有什麼諾貝爾獎？就那個屠呦呦搞這個什麼青蒿素是吧？對吧？我說中國有個別的科學家啊，他有厲害的地方，但是從總體看，科技上也是不行的。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把科技文化拉上去，那他要給這個科技人很大的一個自由
哎，又有創新的精神。那中國這個方面也是很弱，是吧？你像文化方面，我們隨便說一說文化。文化方面，你看這個美國好萊塢文化，韓國有韓國這個電影文化，是吧？你中國哪趕得上？中國原來香港曾經有過香港這個電影文化，是吧？然後現在慢慢就沒有了，對不對？所以他這個文化自信，那不是靠吹的，不是靠你搞2個宣傳片就可以了，那不行的，是吧？所以文化，你這文化出口的莫言，是吧？好不容易这個莫言在國內還受打壓，對不對？也是吧？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整個綜合的這個素質啊，文化素質啊，科技素質都不高啊。然後加上說下體育啊，有人說這個玩水觀念很慫人吶，就中國的這個整個這個強不強大，就看這個中國足球就完了。哎，你中國足球啊，你踢不過越南，踢不過泰國的。哎，人家你看人家越南隊那隊長啊，據說是每天早上去賣魚的，是吧？下午沒事練球。哎，所以西方的這些所謂體育明星啊，就是大部分都是那個業餘的，他都是不是專業訓練，他是業餘愛好啊。當然也有專業訓練，很少，不像中國搞什麼跳高啊，這個體操啊，就是專業的從小培養起。哎，這麼舉國之力把這個體育尖子拔出來，但真正的這個實力那是不行的，實力是看國足，對吧？哎，你不能說看女排，對吧？女排人家不重視你重視，當然女排就比較強一點。當年嘛，後來也不咋地，是吧？女排女足啊，有一段時間可以，人家一學一搞，你就不行了。所以他這個根本的實力不行啊。你像就算當年那個馬俊仁搞這個長跑隊，是吧？據說這個長跑的中長跑的不錯，那是怎麼搞？那是違反人性的，把他這個隊員訓練之後都。是吧？不是發自內心的，人家是願意去玩這個東西，願意玩長跑。你看國外的很多運动員是願意去長跑，願意去打什麼球，哎，打得非常好，哎，對吧？他那是強迫的，為了掙錢，為了出成績。那時候這個隊就搞散了，是吧？因為他違背人性。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文化一樣，科技一樣，體育一樣，都是要從內到外，由制度自信，哎。到這個自信，是吧？然後做出成績出來。我們是從上面往下壓，這個就有點扭曲這樣搞法的。不管是體育啊、文化、這個科技，那你是從本質上你競爭不過這個西方的東西的啊。有的說那中國還有那個基建狂魔啊，那看出來那麼多高樓啊，是吧？我還說談個觀點啊，這些高樓如果你用不上的話，全是內耗。你像高鐵搞得那麼多，都是虧損的，是吧？那你這個最後是消耗國力，你看起來做的很雄偉、很壯觀，但是你最後消耗國力，你最後他把变成把你一個吞噬的一個窗口了，一個口子了。就像我們在武漢有個這個太子酒店，做生意做的蠻好的，這個飯菜這個是做的也很好吃，價廉物美，大家都吃。後來這個老闆據說去搞房地產去了，把這公司後來都拖垮了，道理一樣的，是吧？所以說你這個方向做錯了，你搞那麼多高大上的這個建築，你就用不上的話，那你這個就廢了。所以基建狂魔並不是一定是好事，對不對？並且我們說我們中國是這個叫出口型這個貿易，外向型貿易，你這個沒有內需，那你這個外向型貿易，你這個人家一旦給你不要你進口了，就像美國一樣的啊，我提高關稅不讓你進了，你就沒辦法，是吧？所以你是出口一方面，另外你要老百姓要比較富裕，要藏富於民，老百姓有錢了，他的消費也起來了。那這樣的話，它就是一個正循環。否則，中國人只有少部分體制內的人有錢消費，有錢旅遊，那大部分老百姓沒錢旅遊，也没錢消費，那你不能叫強盛，對吧？你像當年我們到這個意大利羅馬去，羅馬鬥獸場很雄偉，那當時是王公貴族去看這個鬥獸，是吧？然後平民百姓也有錢，也可以買票進去看。對不對？所以強盛一下子，但強盛也不能維持，都是帝國的餘暉。所以我覺得中國一樣啊，你基建狂魔看起來厲害，實際上也是外強中幹的味道了啊。所以加上我們現在看中國的人口的這個生育率，現在是1.7%，全世界最低，並且出生人口2025年估計會只在600萬左右了。而在1949年那個時候，中國出生人口是1000萬左右。人口下降這麼快，
這就是中國這個衰弱的表現，对吧？他一點都不強大。所以大家看問題要正好的建議啊，和王叔交流，我們看本質，本質上到底強不強大？看這個國家的国民素質，看国民的富裕程度，看人均 GDP 啊，當然我們也看軍事、科技、文化，對吧？综合這樣看，看看中國到底在世界能夠排到什麼樣子的位置啊？我個人認為它是跟印度在一個檔次啊，差不多啊。人口大国印度你说强大嗎？对吧？真正强大還是美国啊。我们有句話叫不言之威，就一個人國家強不強大，不是靠你吹的，靠你說的，大家都公認的。你像美國兩黨吵得一塌糊塗，大家對美國指的也很多，但是美國它畢竟強大，包括它軍事、科技、文化，對吧？我們剛才隨便說幾點，經濟，對不對？它的強大不是吹出來的，他自己反而還貶低自己。一個人越貶低自己，越總是在反思自己，才能夠糾錯，才能真正的強大。這是王叔的觀點，講的不對的地方，請大家打在屏幕下方與王叔互動，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